中东联合海军包含了伊朗，中国还能做什么来实现对美国的战略排挤？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根据卡塔尔方面6月2号的报道，就是通过中国的协调，伊朗、沙特、阿联酋还有阿曼这中东4个国家可能要组建一个联合海军了，用来保障波斯湾的航行安全。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其他的正规媒体的正式消息，比如这4个国家的联合宣言、声明之类，所以信息真伪还有待核实。不过这个信息颇为令人期待。在这4个国家里边呢，沙特长期是美国的盟友，不过拜登在任期之内成功的把美沙关系搞砸了，在两国之间制造了不小的裂痕，这也是沙特最近加强跟中国合作的主要原因之一。阿联酋呢也曾经跟美国保持很密切的关系，但是同样这几年因为军贸问题、5G 设备等一系列问题跟美国大幅度疏远，这回呢更是退出了美国主导的中东海上安全联盟。伊朗是美国和中东阿拉伯国家的长期的共同敌人，美国拉拢阿拉伯世界团结以色列的重要理由就是伊朗跟阿拉伯国家的对立与冲突。所以这几个国家凑在一起，如果不仅仅是握手言和，不仅仅是互相拥抱，参加对方举办的工业展览会，而是真的搞出一个联合海军的话，那就意味着在中国的帮助之下，这些国家已经从化解矛盾发展到了彻底完成战略方向的转换。有不少网友认为，原来传说中的沙特购买12艘 052D 跟这个联合海军的消息有关系，我倒是觉得呢未必，因为沙特跟伊朗的关系虽然缓和很快，但是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加以稳固，才能形成充分的足够的军事互信。这种联合海军即使能够建立起来，也更有可能是各国从各自现有的舰艇中拿出一些小型舰艇，承担联合巡逻、反海盗之类的低强度军事行动，而不是要组建一个大规模的战斗群。所以现阶段如果要从中国购买新的舰艇，更有可能是添置一些巡逻艇或者是无人艇，比如中国这次送到中东参加防务展那个云州无人艇，就更符合这些国家的需求。真要是搞12艘 052D， 这些国家现在哪有那么强的后勤保障维护能力呢？另外还有一点特别要注意，用12艘 052D 建立大舰队，也意味着建立了一种强大的海上排他性力量，等于宣布要把美国第5舰队轰出去，由中国跟中东国家一起主导整个中东地区安全。我们敢，恐怕沙特也不敢，因为沙特跟美国关系虽然远不如以前，但至少现在还是保持了盟友关系。沙特对美国多多少少还是有所依赖的，这个时候未必会对美国施加过于强烈的刺激，所以这事儿不能急。但是无论如何，近期中东地区政治格局的变化都是中国外交思路变化的一个成果，也就是向冲突各方提供安全感。一旦各方有了安全感，那么就没有必要再付出巨大的代价去抱美国大腿，然后自然而然就会实现主导权的替代。不仅在中东问题上如此，在欧洲、在俄乌问题上也是如此。中国在这些地区也会注意避免把激烈情绪对抗吸引到自己身上，而是要给相关各方提供安全感，否则的话，那就是帮美国巩固战略布局的基础。所以如果真有这个中东联合舰队，我们还不妨再给欧洲提供一些更多的安全感，让欧洲也一起介入。因为长期以来，伊朗就是欧洲非常担心的国家之一，因为欧洲担心伊朗一旦拥有核武器，即使打美国有困难，导弹射程打到美国在欧洲的基地是有可能的。所以将来如果真有这么一个中东联合舰队，我们也可以鼓励联合舰队采购一些欧洲国家装备。对沙特跟阿联酋而言，采购欧洲装备并不新鲜，美国很难插手阻止，除非美国再想跟法国等国再翻一次脸。同时呢，也是让欧洲对能源通道有一个安全放心的感觉，并且有可能会推动欧洲持续的支持伊核协议，等于是画出了一个包含中国、中东还有欧洲在内，但是不包含美国的新的圈子。这个圈子如果形成的话，对中国、中东、欧洲都有利。